這首秋思呢，也就是悲秋的代表作之一。頭2句枯藤老樹昏鸦，小橋流水人家，就給人造成一種很冷落、很暗淡的气氛。在這裡的枯藤老樹就給人很淒涼的感覺，昏就點出了時間已經是傍晚了。然後呢，小橋流水人家又讓我們感到一點點優雅閒置的情感在裡面。這12個字，它就畫出了一幅很深秋僻靜的村野的圖像。古道西風瘦馬，描繪了一幅秋風蕭瑟、蒼涼凄苦的這個意境，又增加了一層荒涼的感覺。夕陽西下，使得這幅昏暗的畫面，它有了幾絲慘淡的光線，更加加深了悲涼的氣氛。枯、老、昏、古、瘦，下一字便覺愁重十分，成一句已經不能自已，以至於成篇更讓人泣不成聲。他最絕的地方就是在馬之前，他下了一個瘦字。他是想寫人瘦，但是呢，他偏偏不寫人，他要寫馬之瘦，而襯出人之瘦，襯出人之清貧，路途跋涉之艱辛，求功名之困苦，所以讓我們讀了之後就覺得倍感其苦。最後一句斷腸人在天涯，是點睛之筆。這個時候，在深秋的村野圖的畫面上，出現了一位漂泊天涯的游子，在残陽夕照的荒涼古道上面，牽着一匹瘦馬，迎着淒苦的秋風，信步漫遊，愁腸絞斷，卻不知自己的歸宿在何方。透露出了馬致遠的他的一個懷才不遇的悲涼的情懷，就很恰當地表現了主題，很完美地表現了浪跡天涯的游子，他在深秋黄昏的時刻，很孤寂無依的那種悲涼的處境和思念故鄉的那種愁苦的心情。馬致遠這一曲小令短短28個字，意韻深遠，結構精巧，平仄起伏，頓挫有致，音韻鏗鏘，直貫靈性。你看啊，夕陽下，烏鴉歸巢了，小橋邊農人回家了。但是在荒涼的古道上，瑟瑟的秋風當中，我們的主人公卻是疲人瘦馬，踽踽獨行。他夜宿何處，明日何往，都還不得而知。那這怎麼不叫他愁腸寸斷，倍思故鄉呢？他整曲子裡面，他沒有寫一個秋字，卻寫進了深秋的荒涼蕭瑟的肅殺景象。他沒有用一個思字，但是卻將游子的那個沉重的鄉愁和憂思寫得淋漓盡致。正所謂是不注一字，盡得風流。好，下面我們再把布景安排，並且結合天淨沙曲牌音韻的平仄起伏來一起看一下。他一開始，枯藤老樹昏鴉，由近處入筆啊，在一株枯藤纏繞的老樹的枝頭，幾隻烏鴉守在巢旁邊，在那裡哇哇的怪叫。這個我們說了，它就是表現了一幅很蕭瑟肅殺的深秋的情景。藤、樹、鴉，其實在郊野當中是很司空見慣的這個景物，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是它一家枯，一家老，一家昏，這個一匹配起來，那種淒涼的感覺就從字裡行間就油然升起來了。然後它再加上平仄的轉換和音韻的配合，這個是天淨沙的詞牌的，就是它平仄的這個要求是中中仄仄平平。我之前給大家介紹過，就是中中就說明，它可以平可以仄，這個地方它就寫中。那馬致遠在這裡呢是平平仄仄平平，枯藤老樹昏鴉，兩字一頓，就語調它是從低轉高，再由高轉低，依次遞進，它就整個就擠過來，讓人家就覺得有點氣息上面就有點閉塞，喘不過氣來的那種感覺。然後它的調再轉回到仄平平仄平平，
小橋流水人家。那就整個的語調就因為這個平仄的轉換就顯得略微歡快，略微緩和一點。它這個地方筆鋒就一轉，那我們的視線也跟着就被帶向遠方，就看到遠處的一組和平安詳的一組生活氣息的畫面。那我們原來被他逼得有點高度緊張的那個情緒也因此就會緩一緩，長長的吐出一口氣來。這個它既是對遠處風景的詩意的描繪，它也表現了漂泊的詩人他對悠閒恬靜的田園生活的向往與渴望。所以小橋流水人家也因此就成為了描寫詩意的田園生活的千古絕句，在如今很多的文字當中，很多的文章當中都還能看得到這6個字。古道西風瘦馬，這個地方筆鋒它又一收，聲音一變，就氣息它由原來的舒緩再轉到短促，詩人的情緒它就相對就比較激憤起來，那我們的心情也就不由得跟着緊張起来，把我們從原來比較美好的憧憬與向往當中又拉回到很無奈的現實裡面來。古道蕭索，西風凋零，瘦馬宛然。無論你情願不情願，喜歡不喜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浪跡天涯的孤行苦旅還得繼續下去。夕陽西下，平平仄的這個，我們的心就再次被詩人揪起來。落日西逝，暮靄籠罩。那顛沛勞頓的詩人，他這個時候愁苦之情就溢於言表，是一種濃濃的離愁，才下眉頭，又上心頭的感覺。最後他以仄平平，仄平平就斷腸人在天涯，他發出一聲仰天長嘆，那是傷心，是孤寂，是悲哀，是無助，還是無奈，又似乎是兼而有之。這個是詩人他對人生際遇的感懷和嗟嘆，也是對當時現實的很無奈，但是也很有力的一個質問。整首小令初看起來，它都是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好像很簡單，就寫些情景。但仔細的去揣摩，又好像滿滿的都是比喻。它用詞之精確，結構之精妙，寓意之深遠是非常罕見的。那如果我們在朗讀的時候能夠再附加的去仔細揣摩這些平仄音律的變化，那吟誦起來就更能夠深得其意。今天呢，有人稱馬致遠的這首《天淨沙·秋思》是並列式意象組合。其實它在並列當中還是體現出了一定的順序。整個曲子它一共有10個意象，如果你們要背這個曲子的話，可以稍微找一點點訣竅。你把10個背完了，你這個曲子也就背下來了。哪10個？枯藤，藤啊，老樹，樹，烏鴉，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啊，瘦馬，馬，夕陽，人。這個是它10個描寫的我們看得到的這個意象，它很巧妙地把它連在一起。然後通過這些形容詞枯、老、昏、古、稀、瘦，就把它就全部都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然後前面9個呢，它就自然的分為3組。我們看藤纏樹，樹上落烏鴉。那第一組它是由下到上的那個排列，然後再是橋，橋下水，水邊住家。第2組是由近到遠的這個排列，再寫到古驛道，道上西風瘦馬。那第3組是什麼？從遠到目前，從遠到近的這個排列，中間有一點點變化，是因為它中間加入了一個西風，寫出了那種觸感，變換了描寫的角度，所以就增加了意象上的那個跳躍感。但這種跳躍是局部的，它不超出秋天景色的一個範圍。最後一個意象是夕陽西下，是全曲的大背景，它將前9個意象全部統攝起來，形成了一時多空的場面。由于它本身也是一個放遠目光的產物，因此作品它在整體上，它也是體現出了一個由近及遠的空間的排列順序，從老樹到流水到古道再到夕陽，
它的視野是層層擴大的，步步拓開的，所以這個也是意象有序性的表現手法之一，就很完美的表現了這個漂泊天涯的旅人的秋思。這首小令它是寓情於景，寄情於物，把淒苦躊躇之情通過這些自然景物的一個鮮明的形象，把濃重的深秋的色彩刻畫得很淋漓盡致。在詞句的錘煉上面，馬致遠他是充分地顯示了他的才能，他用字之簡練已經達到不能再簡的程度。看前面的3句總共18個字，全部都是名詞和形容詞，沒有一個動詞，但是各種景物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各自的動態和形狀，全部靠我們讀者根據你意象當中的一個組織排列的順序，以及你自己的一個生活經驗去把握。那這種奇妙的用字辦法，其實現在來說也是非常罕見，也是非常高明的。他用了最少的文字，表達出了最豐富的情感，感而發，發而思，思而悲，悲而棄，棄而痛。法國的大作家巴爾扎克他曾經說過，藝術是思想的結晶，藝術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因而它能夠喚起人們的想象、形象和深刻的美感。整首曲子總共5句話，28個字，但是曲中意味，它既得唐人绝句的妙境，又兼具了宋詞的清俊爽朗之自然，所以被後世是推為是描寫自然的佳作，而且稱它是秋思之祖，并且被王国维称讚為是秋思当中小令之最佳者，就是寫的是最好的。天净沙·秋思它是屬於中國古典詩歌當中最為成熟的作品之一。